诶，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被教会里的人深深的伤害过？嗯，可能不是那种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啦，也许只是某个领袖一句很严厉的话，然后就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不够好。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了。对，或者是你很信任的朋友，结果在背后讲你的八卦。这个也很伤。还有，我觉得最让人心寒的可能是那种沉默，嗯就是当你最需要关爱、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片寂静。嗯，这种感觉真的很矛盾，对吧？一个本来应该是疗伤和避风的地方，结果却成了痛苦的来源。没错。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耳熟，我们今天想跟你一起深入的来聊一份教牧关怀系列的指南，它不避讳的去直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教会伤害，然后试着为那些受伤的人，还有想帮助他们的人找到一条出路。对，而且我觉得这份指南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绝对不只是感觉受伤这么简单而已。哦，他探讨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危机，就是当一个本来应该代表上帝的爱跟接纳的地方，它却变成了论断排斥的场所时，这会怎么去动摇一个人的信心，甚至是他整个信仰的根基。哇，所以这真的不是小事，它冲击的是信仰里面最脆弱也最核心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来深入看看这份资料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就很直接：为什么上帝的家有时候会让人这么痛苦？他怎么去界定我们讲的教会伤害？这显然不是指那种普通的意见不合吧？完全不是，它指的是一种更深层，然后更有破坏性的痛苦。指南的核心定义是这样：当人们透过论断、滥用权力、排挤或是伪善这些行为，扭曲了基督的形象时，所造成的伤害。扭曲了基督的形象。对，关键就在这里。换句话说，让你受伤的可能不是基督本身，而是他的跟随者用他的名义却做出了违背他心意的事情。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很容易混在一起。没错。你就会开始想，如果这就是上帝的子民，那上帝又是什么样子？我猜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伤害会特别致命。它瓦解的是两个层面的信任。第一个当然是对人的信任嘛，你会开始怀疑还有谁能信，哪里才是安全的。但更根本的就是你会开始怀疑上帝。这个连接虽然不合逻辑，可是人之常情啊。是。然后这份指南也很敏锐地指出在这种很脆弱的时刻，有些所谓的属灵建议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大概猜得到是哪一句，是不是那句最常见的“不要因为人的问题就不去教会了”？就是那句。这句话听起来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好像在提醒你说，眼光要放高一点，不要被人绊倒。对，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啦，但这份指南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很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对一个正在流血的人讲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施压。施压？甚至带着一点点属灵的优越感。这句话的潜台词好像在说，你还在为这件事挣扎是你的信心不够坚定了。哇，这样一讲，感觉更糟了。是啊，但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来自罪恶感或压力，而是来自恩典跟理解。在你能够重新走进一个群体之前，得先允许你的伤口被看见、被处理。所以催促并不是关怀。这点真的很重要。说到这里，这份资料有的部分让我非常意外。我一直以为圣经里面描绘的都是那种充满爱的很理想的信仰群体，但他指出圣经其实毫不避讳的谈论来自自己人的伤害。对，这点非常反直觉，但却是事实。圣经对人性其实写得非常写实。指南里面就引用了诗篇55篇，那是大卫王的哀叹。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然后他说，竟是你，你这与我平等的，我的同伴，我的知己。哇，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你几乎可以从这几个字里面感受到那种心碎的声音。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伤害会特别特别的痛。攻击不是来自外面的陌生人，而是来自那个曾经跟你在神的殿中同行，本应最了解你的人。那种背叛感才是核心。这份指南就是抓住了这个核心，亲密关系的破裂。
这也是为什么他接着提出了圣经中最强而有力，但也是最让人心碎的例子——耶稣基督本人。哇，他自己，对，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为了几块钱出卖，被他最信任的大弟子彼得3次否认，然后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抛弃他了。圣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在他朋友的家里受了伤。听到耶稣也经历过这一切，固然很有力，但同时也可能让人觉得有点遥远，有点抽象。那这份指南是怎么把这个神学观点转化成可以实际应用的帮助呢？就是说，如果我的朋友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痛苦里面，我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份指南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起点。是什么？他说，当你陪伴一个被教会伤害的人时，你能说出的最有疗愈性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我相信你，我很遗憾发生了这种事。这讲我相信你，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坦白说，如果我心里其实有一点点怀疑，觉得对方可能反应过度了，那我还能诚诚地说出这句话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诚实啊？这正是这句话力量所在。这里的我相信你，它不等于我相信你对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描述都100%客观准确。那是不可能的嘛。这里的我相信你，指的是我相信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我懂了。你在做的是去验证 validate 对方的感受，而不是对事件本身进行仲裁。很多受伤的人最怕听到的就是你想太多了，或事情可能不是那样的。对，当你选择先相信他们的痛苦时，你就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至于我很遗憾，则是在表达同理心，而不是急着给出解决方案。原来如此，重点是验证痛苦，而不是验证事实。哇，这给了我很大的释放。那在创造了这个安全的空间之后，直男有没有提到哪些是绝对的禁区，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的？有。我猜我那种想马上拿出圣经经文来安慰对方的冲动，可能就在名单上。你的直觉很准。直男提出了几个不要做的原则。第一，就像你说的，不要急着用经文来压制他们的痛苦。圣经是为了带来安慰，而不是成为压制真实感受的武器。当一个人腿断了在流血，你递给他一本骨科教科书是没有用的，他需要的是包扎和止痛。说得真好。第二，不要推促他们原谅和忘记。疗愈需要时间，原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的开关。对，这点很重要。第三，也是最直接的，不要强迫或用罪恶感催促他们回到教会。这几点都很有道理。这也重新定义了关怀的目标。所以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提高教会的出席率，把人推回教会的椅子上。完全不是。这份指南提醒我们，关怀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这位受伤的朋友重新发现耶稣的心，那位从未伤害过他们、从未背叛过他们的主，即使他的跟随者曾经这样做。哇，这是一个更深层次也更有挑战性的目标。这等于说，关怀的焦点从教会这个组织转移到了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上面。当他们准备好时，自然会找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群体，但这个过程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主导。好，那我们把焦点转过来，如果站在收听的你就是那个故事的主角，你就是那个正在经历痛苦的人，这份资料也提供了一些非常温和可以自己实践的疗愈步骤。它不是一个快速修复的清单，更像是一条温柔的指引。是，他提出了5个建议。第一步是承认你的痛苦，不要轻描淡写，不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指南强调，任何疗愈都始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伤口。这听起来很基本，但为什么在教会文化里承认痛苦会这么难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刚强壮胆，凡事谢恩，所以表达负面情绪会被看作是软弱或没信心的表现？你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很多时候，一种被误解的坚强反而成了诚实的障碍。但如果不承认自己受伤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去寻求包扎。对，所以
对自己诚实是既勇敢又必要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是将上帝与人区分开来。指南提醒我们，人的失败不等于上帝的失败。这在情感上肯定很难做到，非常难。因为在教会里，牧师或领袖的形象常常和上帝的形象是紧密相连的，要把他们剥离开来，需要很大的力量。确实需要，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练习，它能帮助我们在对人失望的同时，仍然保有对上帝的盼望。接着第三步也是非常实际的一步，寻找安全的空间。你不需要，也不应该独自走这条路。这个空间可能是一位专业的咨商师，一位成熟有智慧的基督徒朋友，或是一个能让你安心分享，不用担心被论断的小组。安全的空间就像是心灵的加护病房。很好的比喻。在那里，你可以卸下防备，让伤口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下，这是愈合的必要条件。而第四步，我觉得可能是这份指南中能让最多人感到释放的一个概念，设定健康的界限。这点确实非常关键。很多人把原谅跟和好画上了等号，认为如果我原谅了对方，就必须立刻回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里，否则就是不属灵。对，好像原谅了就得马上删除所有不好的记忆，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但这份指南不是这么看的，对吧？完全不是，它很清楚地划分了原谅与信任是两回事。原谅是你为了释放自己心里的重担，可以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让你不再被苦毒捆绑。但信任是需要对方用持续的、可靠的行为重新赢回来的。在信任被充分重建之前，设立界限，保持安全的距离，不是不属灵，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和高度智慧的表现。原谅是你的决定，信任是对方挣来的。哇，这个观念太重要了。那么最后一步呢？最后一步也是最个人的一步，邀请耶稣进入你的伤口。指南的用词很温柔，他说你可以轻声对他说，主啊，求你医治那些被人所破坏的。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而是一个真实的个人的邀请，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所以他能懂。在听完这5个步骤后，我感觉整个过程的核心其实是耐心。这不是一个 SOP， 照着做就能在7天内痊愈。你说对了，指南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提醒，疗愈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缓慢而神圣的过程。缓慢而神圣的过程。对，这句话非常有帮助，它让我们对疗愈有一个更真实的期待。你可能会经历进步，然后又倒退，有几天感觉很好，然后又突然陷入低潮，这都是正常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自己，也对我们所关怀的人多一份耐心和恩典。说得真好。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分享这份资料最后那段很温暖的结语。他好像在直接对着那个受伤的心说话。也许现在光是想到要走进一间教会，就让你感到胸口发紧、呼吸困难，这没关系。上帝不受建筑物的限制，他在你所在之处与你相遇。哇，这句话给了人极大的释放和许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不需要感到任何愧疚。而且它最终指向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转化。指南里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意象，当上帝修复一颗受伤的心时，它往往会成为一颗疗愈者的心。A healer's heart。对，你今天所经历的伤痛，那些眼泪和挣扎，可能不会白费。有一天，当你遇到另一个有着同样伤口的人时，你将能够给予最深刻的理解和安慰，因为你也曾在那里。没错，你的伤疤将成为你未来安慰他人的力量。所以最后的鼓励是深呼吸，不要因为他的子民让你失望，就放弃了那位从未让你失望的耶稣。那位在你受伤时与你同在的上帝，也必将陪伴你走过整个疗愈的旅程。这份资料为个人层面的教会伤害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洞见而且充满恩典的疗愈框架，它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确，不过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接下来继续深思的问题哦。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如何从教会里的人，也就是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中疗愈。但如果伤害的来源不只是个别的人，而是来自教会的体制、结构
或某些被用来压迫人的教义本身呢？到那时，疗愈的道路又会呈现出何种不同的样貌呢？